iPhone 的折叠机跟我们先前想的原来不太一样。OK， 我们又回来讲到这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折叠式的 iPhone。那关于这个，我先前有说过，以目前市场上看来的话，比较成熟的技术大概就是2种。那如果你硬要把 Microsoft 的 Duo 加进去的话，就是3种。OK， 那第一种就是比较像三星的 Galaxy Fold， 它基本上整体使用的概念就像是把一个智慧型手机跟平板电脑结合在一起的概念，就它实际上是一个2片萤幕，应该算3片了，它把它折叠在一起。那它在折叠起来的时候，它背后会有一个比较长的、比较小的萤幕。那这个萤幕基本上就是取代你一般日常需要使用的功能，拨电话啊、看一些 App 资讯等等。那你真的要在更进一步去使用它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打开，它就整体变成一个比较大、类似平板这种萤幕。那它使用的逻辑跟方式就会比较接近平板的使用，所以像是有点2合为一的这种概念。那第二种就像是 Galaxy Flip， 那这种它整体的尺寸跟它的比例就像是一般的智慧型手机，但它的差别就是它可以把它折叠起来。那这种折叠机的话，如果现在看影片有比较年轻的人，就是早年手机刚出来的时候，有一个很流行的设计就是折叠机嘛。那当初当然是没有智慧型手机的功能，那基本上它折起来的时候就是把它的按键啊什么藏起来，那打开的时候就是可以拨电话跟听电话，大概就是这样的功能。那现在新一代的像是 Galaxy Flip 还有 Motorola 有出这一类的商品，整体的使用逻辑跟现在的智慧型手机就没有差别，它基本上就是把一个比较大的萤幕中间做一个弯曲的机构可以折叠起来，这样的优势就是可能在整体的放口袋啊或收纳的时候感觉会比较小一点。那第3种就是像 Microsoft就这种比较像是2个萤幕中间做了一个机关，把它可以对折起来。可是它的萤幕中间并不是弯曲萤幕，所以它是2片萤幕，所以是没有真的相连在一起的。那整体使用上的逻辑也比较类似平板。那当然现在还有看到更多就是弯曲延展式的萤幕嘛，那就是在它延展开来之前，它的尺寸比较接近现在的智慧型手机。那有个机关你打开之后，它会慢慢延展开来，它的尺寸就会接近平板电脑。可是它的使用逻辑其实跟先前的第1种 Galaxy Fold 也是算是类似啦，它就是把智慧型手机跟平板结合在一起，那就是看起来很酷很炫这样。可是基本上使用的界面逻辑没有太大的差别。OK， 那以目前市场上真的有在量产，大概就这几种。那其实我们现在有讲到，苹果内部所测试的大概就是偏向第1种跟第2种，那就是 Fold 跟 Flip 这2种。那很现实的一面就是，以目前这种弯曲萤幕的技术来说，可以做的最成熟的还是韩国的 Samsung 和 LG 嘛。那其实并不是说其他厂做不出来，而是在你做得出来的同时，你又要能稳定的量产，那它萤幕的品质要达到一个水准的要求，那所以它的良率啊什么一定要非常高。那以苹果需求的量来说，又跟现在 Samsung 本身对自己的需求量又有一个很大的差距，所以严格讲起来的话，真的可以做到这一点，以目前来说可能就是三星吧， LG 可能还有一点点距离。那苹果在萤幕的元件上面目前还是非常依赖其他的厂商啊，那这样的依赖也多少的阻挡了他们进步的速度，那这一点在 Mac 处理器上面就看得出来。那当这种依赖慢慢有点减缓到他们进步的速度的时候，苹果可能就会考虑着手自己进行开发和生产这个步骤。就像先前消息有传出来，苹果跟台湾的显示器厂商在合作，在台湾准备设厂还有生产 Mini LED 甚至是 Micro LED， 可是这可能再远一点啦。那当然另外一点很现实的一点就是自己来生产跟开发，在成本跟品质上面能有更好的控制。可是这样扯得有点远了，那以后关于这些的更多细节可能请真的专业的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齁。那这边目前外媒的说法就是，苹果现在测试后倾向的做法是比较偏向第2种，这种就像是 Galaxy Flip 这种设计。那这样的选择是因为在实际使用上，不管是因为长度体积上的减少啊，可能真的在收纳或是放口袋的时候会更有感。那另外就是在整体使用者界面上是最能直接移植的一个方式，因为它基本上萤幕比例可以维持跟现在一模一样嘛。那代表它不用说多了一个不一样的型号再去对整个使用者的界面做调整，现有的使用者基本上也能更无痛的直接转移到新的折叠 iPhone， 因为它真正的差别就只是能不能弯曲起来，打开之后使用的方式逻辑都是一模一样的。好，那这边另外一点，外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消息，就是说这可能会是一台比较偏向中阶的手机。那以现在 Samsung 的 Galaxy Flip 售价大概在4万台币左右，我觉得很难想象苹果真的会比较便宜吗？或是会便宜多少？那这个说法的根据
据就是说，目前在这个折叠 iPhone 的规划上面是有很多不同款的颜色，然后在色调上面会选择比较接近 iPhone 12系列这种颜色齁。那意思就是说，虽然现在 iPhone 12 Pro 等级也是有多种颜色选择，可是惯例就是 Pro 系列它的颜色就是一个比较不鲜艳、比较低调的一点颜色。那并不像当初从 10R 开始啊，甚至到11还有12，现在都是一些比较活泼的色系。这样的区隔我们其实在 iPad Air 上面有看到，甚至也因为这个原因，大家觉得说 AirPods Max 现在可能是一款比较中阶的耳罩式耳机，那再来可能会有更高规的颜色更低调的 AirPods Max Pro 等级出来，这也说不定。好像现在 AirPods Max 还不够贵一样。好，那以先前的惯例看来，这样的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啦，就是关于 AirPods Max 这一项还需要一点时间来验证。而其实就我们端看这种手机的设计来说，在现实上它也是有很多地方需要妥协。然后实际讲回来，这样的设计它最大需要解决的问题可能就是折叠起来方便携带和收纳。那如果你做的太厚，放在口袋里面也不舒服。所以我觉得在这些现实的条件下啦，这种设计的机构势必就要牺牲掉一些比较旗舰型的功能。那不管是因为成本上的考量啊，或是里面内部空间的考量，这个都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产品比较偏于中阶跟低阶的定位也是蛮合理的。可是我们也不要期待说，因为这样的定位，它的价格就会跟现在的 iPhone 12一样。因为我们看到 AirPods Max 其实也是非常的贵。那目前我们得到的消息是什么？就是说以现在外媒爆料出来跟我去问到的消息上面的差距在哪里？那我这边讲说，我目前所知道就是说离真正上市还有一段距离啦。那目前都还是在测试的阶段。现在所知道就是他们可能比较倾向于哪一种方式？那他们说比较倾向就是说，在他们的测试下来说，这种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方式。那至于说整个产品线怎么规划，整个产品设计要怎么设计，往什么方向走？这个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的都还没有定案，所以他们说这个产品至少是一个2年到3年之后的产品。那以现实层面来说的话，这样的技术其实还略显不成熟啦，因为你其实在 Samsung Flip 上面看到还是有很多长期使用下的问题。那在实际上去使用它的时候，它的使用者体验真的跟现在的智慧型手机还是有点差距，因为折叠萤幕中间多的那一块弯曲的萤幕，我觉得在使用上体验基本上很多地方需要牺牲掉。那另一方面就是市场对这一类的手机似乎也没有那么大的需求，可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有点鸡生蛋蛋生鸡的道理啦。你市场如果要对这类的手机有更大的需求，它要解决的问题需要更多嘛，并不只是一个折叠收纳上的解决，感觉好像稍微小了一点，实际上体积其实是差不多啦。那相对的你要去牺牲掉更好的相机啊，或是它的电池续航力，或是萤幕的规格等等，这个我觉得让很多使用者都不太愿意去做这样的交换。那当然再讲回来，如果没有很多使用者愿意去购买的话，那当然厂商也自然不愿意投入更多的成本去开发这样的商品，所以这样投入的资源当然就是比较有限。那以苹果一直以来都是要等到一个产品或是一项技术真的到比较成熟之后才开始带入自己的产品来说的话，我真的觉得至少还有个几年可以等。说真的，如果我们现在讲是2年3年之后，那会不会到那个时候在弯曲萤幕上面又有更多其他的突破跟发展？那这种时候苹果会不会也随着这样的发展去调整他们对于折叠手机啊或是弯曲手机的这个产品定位也说不定。 OK， 好，那我知道大致上就是这样。我想知道大家对这一类的手机有什么想法？因为其实上次有观众也提到说，其实他们真的有使用过的人，他们也觉得说体验感上面是有差，然后萤幕上面的触感上面也不是那么好，然后加上这个长期折叠上有一些良率的问题啊，还有他手机壳不知道要怎么买，其实还是有非常多衍生出来的问题要另外去解决。那所以你们有什么想法的话，也希望大家在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然后看大家可以讨论出什么东西来。我发现我开始分享我的 IG 跟 Twitter 之后，有接到蛮多人私下给我一些消息，所以如果你们有任何消息啊，或是你们所知道可能在组件端或是在开发端想分享的话，可以到我的 Twitter 或是 IG 私讯我。 OK， 好，那喜欢这类影片的话就记得订阅频道，按下小铃铛，按赞跟分享。我是苹果店，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